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脸书还有 Instagram，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10月9号，明天是10月10号，明天是台湾的国庆日，所以明天放假一天哦。好，那明天是10月10号，所以台湾的国庆日又叫做双十节。如果你在台湾生活的同学们，明天是一个很棒的日子，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活动在总统府前面举办。所以如果你在台湾生活的同学，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可以去总统府那边，不晓得可不可以进去，我不太确定。不过你可以看看电视，电视会有转播非常多关于国庆日的新闻哦。好，那老师看到很多同学了，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呢，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啊。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看一下。好，8707，中文要怎么说？8707，我们再看一遍。好，8707。好，那我们今天呢，只需要学习一个单词就可以了，都市都市这个单词应该不难。好，明天老师会去101看烟火吗？不会，因为老师不喜欢去人很多的地方，因为很拥挤，然后我觉得人很多的地方我很不喜欢，我比较喜欢去自然一点、人少一点的地方啊。好，那好，裴静还有 Jenny 8707步，还有 Henny Mandarin 8707步。乔马说今天理查老师跑了8707步。好，然后这个 Gummy 吗 ？Gummy 说明天也是肯尼亚的国庆日啊，真的啊。好，祝你们国庆日快乐哦。好，肯尼亚的国庆日是明天10月10号，那就跟台湾一样了。好，祝你国庆日快乐。好的，还有谁？我看一下哦。还有慧君8707，还有 Benny，Hello Benny 你好，8707啊。好，还有 Charles 欢迎。好，如果是老师的小土豆，老师要把你们找出来。哇 Mandarin 是我的小土豆，裴静是我的小土豆， Jenny 是我的小土豆，谢谢你们的支持哦。还有谁是我的小土豆？很多人都是我的小土豆，谢谢大家哦。好，那么我们来开始上课吧。不是我的小土豆，我也很爱你们的哦。只要你们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老师就很开心了，不一定要成为我的会员哦。好，那么好 ，Leo 你好 ，Sicon 8707，炳贵欢迎炳贵 ，Simon 欢迎8707。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单词很简单，都市，都市。好，我们来看一下都市它是个名词。好，那都市指的是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 ？Modern。现代化就是呢，特别进步特别发达的一个地方或科技上比较进步，我们都可以叫现代化。经济 economy， 文化 culture， 繁荣就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进步好，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所以都市指的是经济非常好，文化也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通常人口很多老师这里没有写，不过一般来说都市的人口是很多的 population populous 人口很多的地方如果你要用更难的中文说的话，我们中文可以说人口稠密人口稠密这个词比较难不过如果你是 HSK 5级6级的同学，你可以把它学起来
人口稠密就是 densely populated， 人口很多的地方，人口稠密的都市。哪些都市是人口稠密的都市呢？比如说像曼谷、上海、北京、纽约、台北，还有哪里？莫斯科，还有呢？伦敦啊，通常这种地方我们就叫都市，现代化，而且呢，经济文化很繁荣，而且呢，人口很稠密的地方啊，就叫都市啊。对，繁荣就是非常发达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他喜欢都市的生活，所以搬到了曼谷。好，这个人他非常喜欢都市的生活。如果你喜欢都市的生活，我觉得你喜欢的生活方式是交通很方便，可能有很多公交车，可能有地铁，可能有很多出租车的地方，然后呢，可能是非常方便的地方，可能有非常多的银行啊，然后可能有非常多的公园、公司，找工作比较容易，对不对？都市的话，找工作也比较容易。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人喜欢都市的生活，可能是因为交通方便，找工作容易，然后呢，还有这个生活也很便利，可能有很多银行，有很多商场，有很多夜市啊，都市的生活。对，很好，还有这个医疗发达，非常好啊。明俊说，都市通常有很多医院和诊所，所以呢，医疗相对比较发达，很好啊。对，雅加达、纽约非常好，都是都市啊。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哦，都市一般来讲，首都一定是个都市吧？啊，首都的人口一定很多，很现代化、很繁荣的地方哦。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各位同学一定想问老师一个问题：都市跟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基本上它们是同义词，不过当我们讲到都市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大城市，大城市，或者我们叫它大都会啊，都会或都市或大城市。简单说，都市是大的城市，它强调的是现代化、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啊。那都市的意思就比较广，只要是人口集中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城市的意思就比较广，只要是人口集中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叫城市啊。那都市一定是人口非常集中的都会区，而且一定是大城市啊。那所以它跟城市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城市不论大小，只要是人口集中的地方，稍微现代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叫做城市哦。好，它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词汇哦。好，所以如果一般我们讲到首都，首都一般都是大城市或大都会，我们一般都会叫它都市哦，都市。好，如果国家很穷的话，首都不一定是都市吧？当然呢 ，Mandarin 可能会有一些例外啦，哦，一般来说是的啊。不过可能有的国家可能没有那么进步，当然它的首都可能是没有那么繁荣，可能只是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都市啊。东京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好，这是我们的题目啊。秀珍不喜欢都市的生活，那秀珍喜欢乡下的生活，对不对？好，仰光，对，仰光也算是都市，对不对？好，来东京市，好，东京当然是日本的首都，东京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啊，好简单的题目。东京是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慧君，你这句话没有错，但比较口语一点啊。如果要用比较正式的中文的话，这句话比较好。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诶，的不见了。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
大都市，很好。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答对了，非常好。乔玛答对了 ，Simon 也答对了哦。好，那 OK 没问题。那各位同学还有什么城市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呢？如果一个都市要国际化，它一定要跟很多外国人交流，或者是很多外国人住在这个地方，你常常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外国人，或者是很多国外的工厂在这里所以这个我们中文叫设厂，可能会有很多外国的工厂来这里设厂设厂。那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在这个都市里面，那这个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城市、这个都市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会有很多外国人对，新加坡新加坡算是一个首都城市吧首都城市对，巴黎当然也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不对？好，没问题北京、上海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很好。好的，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你们大概知道都市跟城市是有一点不同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题，他不习惯。好，各位同学，习惯这个动词非常重要，叫 get used to， 或者是过去的话是 used to 那不习惯 not used to 不习惯生活节奏，生活我们都知道 life， 节奏是什么意思 ？tempo 所以它是个 pace of life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就是你生活的步调。我们常常会用的表达叫做生活节奏。我们也可以说生活步调，这些是你们常常学习中文会看到的一些词汇，它讲的都是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中文也可以说生活步调。比如说像理查老师的生活步调很缓慢 ，I have a slow pace of life。理查老师的生活步调很缓慢，有人的生活步调很快，特别是住在都市的人。你看他走路很快，很忙碌上班都很快，走得好快。那他们的生活节奏，他们的生活步调就很快那如果你是乡下人，在乡下生活的人，你的生活步调会比较慢一点，你会慢慢来，你不会走路很快，你的生活不会特别忙碌，你觉得生活呢就是慢慢的喝咖啡，慢慢的吃东西那都市人的生活步调就很快很好，音乐节奏可以，乔马没问题好，音乐的 tempo 对不对？节奏有点像英文的 tempo 对不对好，林子，你的生活步调也跟我一样很慢，对不对？好 ，OK， 好，那你们答案都出来了秀珍说我蛮喜欢乡下的生活，很自由自在，非常好，对 ，slow life slow path of life。他不习惯都市的生活步调，他不习惯都市的生活步调。好，各位同学，当我们用到习惯的时候，我们后面可以加上动词。我不习惯喝咖啡，我比较习惯喝茶。我不习惯喝咖啡，习惯后面可以接上动词我不习惯用手机，我不习惯使用手机那我比较喜欢用电脑，或者习惯后面也可以接名词。我不习惯都市的生活，我不习惯都市的生活习惯后面也可以加上一个名词好搬到云林之后，我才意识到台北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快了，我宁可住在乡下。很好很好的句子Anthony，你住在云林哇，那个生活步调一定很慢。云林算是乡下，对不对好 ，OK， 好的Hello， 你好。首都跟都市当然是不一样的首都每个国家里面一个政治中心就是首都像美国的华盛顿，它是政治中心。
那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所以政治中心我们一般就会叫首都。每个国家的首都通常只有一个，通常首都只有一个，当然有极少数的国家有2个首都的，一般来说每个国家的首都都只有一个，对不对？像菲律宾的首都是哪里？我突然忘记了，菲律宾的首都在哪里？各位同学，印尼的首都是雅加达，泰国的首都是曼谷，日本的首都是东京，对不对？大部分的国家首都通常都是最大的城市，不过美国例外，对不对？对，马尼拉。中国的首都是北京，没有错，但是上海才是最繁荣的城市，对不对？对，马尼拉 ，sorry I'm so sorry， 很抱歉，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忘了。好 ，OK， 那么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 开启小铃铛，你也可以支持理查老师，请老师喝咖啡。不过呢，你只要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老师就非常开心了好，来，我们接下来学习一下乡下跟乡村有什么不同柬埔寨的首都是金边，很好 ，OK。Hello， 立新你好，疯狂的点赞，对，啪，疯狂的点赞好，那乡下跟乡村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来说，他们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乡下指的是非城市，不是城市的地方，而且偏远，比较 remote， 比较远，偏远的地方。然后它与城市的词汇是相对的 opposite， 相对就是 opposite。所以各位同学，我可以说乡下的生活 country life， 那它的相反词就是城市的生活 city life urban life。所以乡下跟城市的概念是相对的，不过乡下指的并不是某一个地方，乡下指的一般是抽象的概念你可以说云林是个乡村，云林是乡村那乡下指的一般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好，那什么叫农村呢？农村指的是农业小区农业的地方，通常是很多农田，你到了乡村会看到很多农田，很漂亮，非常的让你觉得很舒服它是个地理区域，我可以说云林是个乡村，云林是个乡村好，然后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好，可能你会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一般我们母语者还是会把它给混用，交替使用也没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老师举一个例子给你好了，比如说我住在乡下，那我就不会问你是哪个地方了嘛，因为乡下我知道你住的不是城市，你住的是在乡下地方。如果你说我住在农村，我会问你哪一个地方啊？云林啊，哪一个地方啊？屏东啊。所以各位同学会知道，如果你讲到乡村，我会想到一个 specific place。但是如果你说我住在乡下 ，I know you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It's not about a specific place， 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当我说，我住在乡下我懂了，你住在那样的地方，非城市偏远的地方，我懂了。如果你说我住在乡村，那我可能会问你说，你住在哪一个乡村呢？你住在云林，你住在屏东，还是你住在哪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呢？所以各位同学就知道，乡下就是指的非城市偏远的地方。如果你住在乡村，可能是一个地名，哪一个地方我会这样说好的，农村的话，乔马就更强调那个地方有很多农田，或者有很多农夫或农田在那里所以农村跟乡村差不多，不过农村更强调那个地方有很多农田，而且那边的人都是务农，大部分的人都是农夫，
那样的地方我们就会叫农村。大部分那里的人的职业都是农夫哦。好的，我们来看题目。美丽住在小乡村数十年了，已经这个好数我们再学一下，就是 several years。数十年可能我会想到20年、30年、40年了、50年了好，数十年了。好，这里的数我们可以用几这里的数可以用几十年了，也可以数十年了，你也可以说几十年了，那可能20年了 2 decades， 可能30年了 3 decades OK， 好美丽住在这个小乡村已经数十年了，美丽住在这个小乡村已经数十年了，美丽住在这个小乡村已经数十年了，非常好对，农田农夫，非常好。好，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对，数十年就是几十年的意思several years， 可能20、30、40也不一定好，那这个小乡村，我可能就会想到，真的有一个地方真的有一个地方好，我们来做最后一题。老爷爷在乡下一辈子，好，没有一辈子，辈子生活了。好，老爷爷就是年纪很大的男人，我们叫老爷爷 ，old man。Old grandpa 老爷爷。好 OK， 那么请问答案是什么呢？老爷爷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当我们说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老爷爷住在非城市而且偏远的地方就好了，这是个抽象概念。如果我们说老爷爷在这个乡村生活了一辈子那我可能会去想这个乡村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说乡村，我们会加个这个乡村 this village OK， 所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跟乡下的概念还是不一样的好，老爷爷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重庆、北京、上海、天津都是都市，杭州、广州OK， 其实汉奸我们一般都市跟城市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刚刚老师是特别让你知道两个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其实不管是都市、城市、乡下、乡村，甚至农村，一般说话的时候你交替使用都没有关系，不用太在意，它是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平常说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交替使用的，没有关系，基本上他们算是 interchangeable OK。好，老爷爷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10来年可能是11、12、13、14不一样炳贵10来年跟数十年是不一样的，10来年可能是12、13、14、11年到19年之间好，谢谢你的努力 ，Thank you Elena， 谢谢。好的 ，OK， 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老爷爷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好，这位同学跟我道晚安了 ，Good night，Good night。好 ，Elena 说，我相信当我说作为中文学习者这个频道代表大家发言，谢谢 Elena 支持老师。好，那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明天星期四我们继续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理查老师当然理查老师也很喜欢上课喜欢跟你们交流，然后跟你们一起学习中文，所以呢，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常常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拜拜。